在中国制造的出海清单里，总有一些不起眼却统治全球的狠角色。继山东白菜占领韩国餐桌，山东棺材垄断日本市场之后，中国假发强势出圈，直接拿捏了全球老外的头顶大事。如今全球的假发市场，中国产品占比高达80%，平均每2秒钟就有1顶中国假发在海外成交，无数老外都为之疯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谁能想到，现在最让老外疯狂上头的国货，不是手机，不是潮牌，而是中国假发。这东西的火爆程度根本没有圈层壁垒，从国际顶流明星到海外普通老百姓，全员沦陷。比如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，顶流歌手碧昂斯、蕾哈娜，全是中国假发的忠实死粉，日常造型、舞台出镜基本都靠她撑场面。众多好莱坞影星更是直接把中国假发化为拍戏走红毯的刚需装备，没有中国假发，很多经典造型根本出不来。不过要说中国假发的主力战场，那必须是非洲市场。在非洲当地，假发根本不是普通饰品，而是人人追捧的黑色黄金。高品质的真人假发更是实打实的财富象征、身份牌面。非洲本地人发质天生粗硬卷曲，打理起来又麻烦又费时间，普通造型根本做不出来。久而久之，假发就成了当地人的生活刚需，日常出门根本离不开。肯尼亚内罗毕的本地假发店主说得很直白，当地所有工厂没有一家能复刻出中国假发的版型、质感和精细做工，差距完全不在一个层级。早在2017年，中国假发就已经打进了内罗毕的贫民窟，哪怕当地很多人经济条件一般，手头不宽裕，姑娘们也会攒钱咬牙入手中国假发。2017到2020这3年时间，中国假发制品出口非洲总额突破了110亿美元。市场渗透率高得吓人，基本实现全民普及。而且不光是非洲市场，欧美市场同样被中国假发牢牢拿捏。美国是中国假发最大的海外消费市场，整体市场规模达到了48.3亿美元，占据北美洲假发市场98.8%的份额，基本属于垄断地位。在美国、纽约、亚特兰大这些核心城区，中国假发随处可见，可以说当地平均每5个黑人就有1个戴着中国假发。而中国假发能横扫全球，通吃各大市场，根本原因就是精准拿捏了不同国家、不同人群的核心需求，不搞一刀切的敷衍套路，针对欧美消费者，主打自然蓬松的高层质感，款式紧跟海外潮流，更新速度快，适配日常、职场、舞台多种场景。针对非洲消费者，专门结合当地粗硬卷曲的发质特点，升级生产设备，优化制作工艺，完美解决当地人发质难打理、造型单一的痛点。而且行业分层也做得非常到位，完美覆盖了所有消费层级，既有单价上万、质感顶级的高端真人假发，也有几十块性价比拉满的化纤假发，价格跨度极大，不管是高端消费人群还是普通刚需用户，都能买到适配自己的产品。靠着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能打的产品质量，中国假发彻底摆脱普通小商品的标签，成为了海外民众离不开的刚需好物。中国也稳稳坐稳了全球假发产业的头把交椅。说了这么多中国假发的海外封神之路，就不得不提背后的绝对核心——河南许昌。很多人对许昌的印象还停留在爆火全网的网红商超胖东来，殊不知这座中原小城才是隐藏的全球假发霸主，掌控着全球假发产业的命脉。业内一直有个公认的说法，全球每卖出10顶假发，就有6顶出自许昌，妥妥的世界假发之都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城产业，其实已经深耕海外市场上百年，底蕴十足。从明清时期走街串巷的收发小作坊一点点发展壮大，如今已经形成超级产业集群，带动当地30万人就业，坐拥4000多家相关企业，年产值直接突破219亿元，妥妥的小城藏大产业。许昌假发的崛起靠的不是运气，是代代传承的传统老手艺。早在明朝嘉靖年间，许昌当地人就靠着货郎担走街串巷，用针线、小物件置换百姓的头发，简单加工后制作成戏台专用的胡须头套，
这就是许昌假发最早的雏形。到了清末，当地人抓住外贸机遇，和德国商人合作开办发庄，将初步加工的发丝销往欧洲，正式开启了假发出海的征程。1989年是许昌假发产业化的关键节点，当地灵井镇的郑有权创办小工工艺毛发厂，也就是如今行业龙头瑞贝卡的前身。1993年，企业完成中美合资升级，2003年成功上市，一举成为中国发制品第一股。历经100年迭代，许昌假发完成了完美蜕变。从最初的单纯原料出口，到代工生产积累经验，再到自主研发，打造自有品牌，一步步深耕全产业链，牢牢掌握了全球假发产业的核心话语权。外行人总觉得假发制作就是把发丝简单拼接缝合，毫无技术门槛，谁都能做。这话说出来只能证明完全不懂行。假发制作的真实门槛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要高。许昌假发能称霸全球，靠的就是2大核心底牌：顶级原料把控、独家手工工艺，这也是老外学不走、抄不会的核心壁垒。原料层面，高端真人假发的选材极其苛刻，基本上只选用原贵川地区的女性长发。西南地区气候温润潮湿，生长出来的头发乌黑浓密、柔顺有光泽，质感远超普通发源。再加上当地女性素有留长发的习惯，能持续稳定输出优质原料。回收后的发丝不会直接投入使用，工作人员会按照长度、发质、颜色、健康状态精细分级，不同档次的原料精准对应不同定位的成品，绝不以次充好糊弄市场。而面向大众平价市场的产品，则采用高性价比化纤材质，兼顾品质与价格，覆盖全层级消费需求。工艺层面更是细节拉满，一定合格的成品假发需要经过清洗、修剪、分色、造型、钩织等10几道繁琐工序，其中绝大部分环节无法用机器替代，只能依靠人工精细操作。人工熟练度和审美直接决定产品质感。最核心、最考验功底的就是手工钩织。普通人的满头发丝大概5万到8万根，而一顶完整的真人假发需要工人人工钩织5000到25000针。钩织过程容错率极低，工人必须精准把控每一根发丝的钩织角度，完全模拟人类原生头发的自然生长状态，哪怕有一点偏差，整体质感都会大打折扣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假发。这套代代打磨、熟能生巧的手工手艺，是许昌人独有的看家本领。国外商家就算照搬设备、复刻原料，也做不出同等质感的产品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许昌垄断市场。靠着原料和工艺的双重优势，许昌假发稳稳拿捏全球市场。2025年，许昌假发产业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19.1亿元，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跨境电商平台上，许昌假发日均销量高达4万套。TikTok 海外平台上，无胶假发等相关热门话题播放量突破37亿次。热度常年居高不下，现在的许昌直播间更是画风独特，本土主播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式英语，搭配多国语言实时讲解，现场展示假发佩戴效果，带货能力炸裂。你一定想不到，一款定价289美元的新款假发，单场直播就能卖出300多顶，几百个许昌主播扎根海外直播间，把一款款国产假发推成全球顶流爆款。从纽约哈姆莱区到亚特兰大街头，随处可见许昌假发的身影，妥妥的小城输出世界级潮流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，曾经100%专供出海的许昌假发，如今实现了反向内销逆袭。从2023年开始，国内假发销量增速连续12个月反超出口，消费主力军彻底变成年轻群体。国人对假发的刻板印象被彻底打破，年轻人不再把假发当成遮盖脱发、修饰缺陷的工具，而是低成本变换造型、解锁新风格的时尚神器，轻松实现发型自由。这座原本平平无奇的中原小城，靠着一门传承100年的传统老手艺，狠狠打破了传统产业没前景、没出路的固有偏见，把看似土气不起眼的假发生意做成了风靡全球的顶流潮流产业。目前全球假发市场还在持续扩容，预计2026年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130亿美元。未来许昌假发也会持续突破行业瓶颈，从全球假发世界工厂彻底转型为世界级假发品牌聚集地，稳稳拿捏全球10几亿人的头顶大事，让中国假发的潮流影响力继续风靡全世界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